大家好，我是行者木然。此刻呢，我们正骑行在瑞典的最南部的海岸线上。昨天晚上我们从波兰坐轮渡到了瑞典，已经是凌晨1点钟了，所以我们就在附近的海边找了个地方露营了。现在我们继续出发去往这个小城的火车站，从那里坐火车去往丹麦的哥本哈根。好多的这个野鸭子，还有白天鹅，好漂亮呀！今天有些风，然后云在吹动，那个野鸭子飞在天空中，肥肥的，挺可爱的，蛮好玩的。沿着海边的骑行小道，走进了一个小丛林里面。这边风小一些了，说话应该更清楚一些了。瑞典的森林覆盖面积非常的高，就是置身于自然天然的氧吧之中。骑行小道把我们带进了一片田野，荒草，他们有的时候种植这种左边这种黄色的植物饲养动物的。哇，你看两边的花好美啊！351克朗，2个人带2个自行车，从这个小城到对面河对岸的哥本哈根，351克朗，差不多30欧左右，好贵呀！等于坐了个公交车。跨海大桥，进入丹麦了。这条街是这条街的这些房子是哥本哈根最著名的。基本上大家到哥本哈根都是冲这些五颜六色的房子来的。我们在哥本哈根的老城区骑车溜达了一会儿，去了著名的有彩色房子的街道。
多数游客到哥本哈根都是奔着这条街去的，但是游客太多了。幸好我们遇到了一位当地的骑车的大姐，她是一位城市导游，很热心，给了我们一些建议。得知我们想找安徒生的博物馆，她便给我简单介绍了安徒生。这位写了无数篇令孩童时代的我们充满无限憧憬梦幻故事的作家，终生未娶，也无任何的房产。实际上他出生在丹麦中部的奥德森，在哥本哈根工作和居住，但也都是租住，没有购置任何的房产。我在想，可能他只是把毕生的精力用于写作，而没有用来创造物质财富吧。对于多数的成功的艺术家、作家，生前也确实都是穷困潦倒。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，经商或创造物质财富，并不是真的都适合每一个人。所以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，绝不能以创造财富的数量来笃定。我想也可能是在那个年代，更多的人只是很专一的坚守创作本身，默默地坚持着自己内心的底线，所以才会有诸多的丰富的艺术作品、文学作品呈现吧。不得不说，安徒生先生是用自己丰富的内心世界，为孩童时代的我们开启了一扇想象的大门。即便是现在，对于很多中国人提起丹麦，也一定会记得安徒生童话。我们出了哥本哈根城市之后，一路往北骑行，计划在出城后找今晚的露营地。我们刚从城市出来了，现在骑行在哥本哈根的海边，现在往北边继续走，再走个10来公里吧，找地方露营了。今天我们在丹麦露营，发现了一个极好的宝贝地方，大家看一下。哇，上面还有编号3号，那边是5号、6号、7号，木头房子，可以直接铺毯子睡在里面，也不怕下雨，太棒了，免费的哦。这边还有烧烤的架子，热腾腾的 pasta， 还有鸡肉，还有啤酒，开斋了。应该是个当地人，他自己在那儿点火，因为他也有椅子在那儿。一些中国人，他们在那儿扎了一个帐篷，边上那儿有一个这样子的小木房。